假如我给自己装房子，我必须这么整，不管我有没有时间，都会选择自装，然后主材自己买。因为如果打包给装修公司，我辛辛苦苦赚的这点血汗钱，都得被装修公司这个中间商吃差价了，最后也不见得能让我省心。装修期间还得跟他们斗智斗勇。那么自己装修怎么做才能既节约预算，又不影响装修质量呢？我给大家总结了10点自装攻略，照着做，保证你省钱还不踩坑。1. 不轻易换入户门。首先，入户门我肯定不会换，整栋楼就我家换，门头还比邻居家高出一截，除了烧钱显摆没点用。有那个钱，还不如换把高级点的指纹锁，起码以后出门不担心忘带钥匙，就是方便。都说开发商猪肝色入户门丑，花几百块贴个膜或重新刷个颜色就搞定了。2. 封阳台用普通断桥窗。阳台封窗你也别忽悠我，选什么系统窗，所谓装更宽的型材，更隔音，更隔热，就是商家加钱的套路罢了。我就用普通的断桥门窗， 1.8 的壁厚108的料，双层中空夹胶玻璃就行了，价格别超过800块一平的。3. 水电做点对点改。水电全改那都是忽悠装修小白的，我就做断点改造，点对点施工，费用至少省一半。电线我就用当地使用率超过 50% 的品牌，指定错不了。水管我就在伟星、联塑、日丰里选个 PP2 管就可以了，别给我推荐什么进口品牌，卖的贵1倍不说，指不定还不如国产的呢。4. 刷防水不全做。刷防水我肯定不会全做，尤其是卫生间，干区上翻30到50公分就行了，淋浴区高于1.8米的位置，刷了也是浪费，还影响后期贴砖的附着力。阳台和厨房如果没有地漏，防水我更不会考虑了，做了也是白做。5. 瓷砖去陶瓷批发城买。瓷砖我一定不会去品牌专卖店买，同样的花纹和质量的，要比陶瓷批发城贵1倍不止。也别忽悠我用什么750乘 1.5 米的大板砖，价格贵也就算了，瓦工工费还得翻1倍。我就用800乘800的地砖通铺，价格在451块的，性价比最高。只要后期选对美缝，那颜值也不错，几乎是看不到缝隙的。6. 不做无主灯。我家客厅净层高才 2.75 米，你让我做什么无主灯？铺完地暖和瓷砖，再吊完顶层高就剩2.5米了，那是给人住的房子吗？我就做一圈双眼皮边吊就够用，但凡再多一点造型，都是给后期清洁卫生找麻烦。再配合上网购的深杯防眩 4000K 的射灯，那效果谁看了不哇塞。7. 乳胶漆就用基础款，墙面乳胶漆别给我介绍什么进口漆，儿童环保专用漆都是打着环保口号收割智商税的大镰刀。对了，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坑穷人，我就选择立邦、多乐士3棵树的基础款3合1乳胶漆，500-600块一桶的，不论是质量和环保，家用10几20年都没问题。8. 室内门选实木复合门。木门我不会选什么大品牌的，只要是实木复合材质的，价格在1000多块左右的就够用了。门锁我就配个磁吸静音的。卫生间门我会找个卖门窗的本地工厂做，材质就用铝镁合金的，玻璃选双层灰油砂，不怕潮气，没甲醛，还有档次。厨房做内嵌地轨推拉门，没有卫生死角，还不容易坏。9. 定制柜找本地工厂。至于橱柜、衣柜，我根本不会考虑大牌的全屋定制，板材和五金都是外购的，之所以价格贵，无非是卖个设计而已。我同样会找做板材的本地工厂，选个 DNF 级的板材，柜子打的再多也不担心环保问题。五金件我自己网购，就算用大牌，总费用也能省一半。10. 部分装修材料选择网购。最后，其他的材料和软装我能网购的，绝对不会去线下买。看着款式好的价格不便宜，便宜的款式我又看不上，比如开关插座、花洒龙头、挂画窗帘，网上买不仅样式选择多，关键是价格透明，还不用死乞白赖的去讲价。新房装修，听我一句劝，这7个东西是买大不买小。1. 电视，在我看来，买电视预算范围内越大越好，背景墙可以不做，一款大屏电视挂在墙上，照样显气派。就算很少看电视节目，但偶尔看个电影，大屏幕的那种沉浸感也是小屏幕电视无法达到的。再者说，现在的大屏电视也不贵，75寸的才3000多。喜欢玩游戏的年轻人，拥有超大的游戏显示屏，游戏体验绝佳。2. 冰箱，买冰箱容量是越大越好，别去相信网上那些教你按需选购的，实际体验过，发现根本没法满足。我家平时就2口人，用的是一台不足300升的冰箱，前段时间赶上小区封闭管理，家里囤的食材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还是觉得不安心，恨不得解封后就立马再去购置一台冰柜。3. 水槽，厨房的洗菜盆尺寸越大越好用，不管你是想买单槽还是双槽，原则上是一定要放下大锅具，不然每次用完清洗的时候都非常不方便，不是溅自己一身水，就是整的台面上全是水，真心遭罪。以我的生活经验来看，
最适合的还是大单槽，双槽设计总有一边闲置，很鸡肋。4. 洗碗机，洗碗机的容量买大不买小，小容量的洗碗机虽然价格上有优势，但是平时只能洗一些普通的餐具，大一点锅具还得自己手洗，买了还不如不买。所以买洗碗机越大越好，套数越大越好用，毕竟一次能洗下锅碗瓢盆的洗碗机，才能让你真正解放双手。所以能买13套的就别买10套的，不然将来肯定会后悔。5. 烘干机，要买就买独立式的干衣机，千万别买洗烘一体机。洗烘一体机的烘干容量只有洗衣容量的2/3，这也就导致很难烘干大件，而且烘干时间长，干衣效果差，不如一步到位买个独立式的烘干机，公斤数越大越好，毕竟滚筒越大，一次性能烘的衣物越多，而且烘干的时间越短，衣物越蓬松，不容易皱。6. 空调，买空调的匹数越大，制冷效果就越好，使用起来也会更加舒适。比如客厅根据面积可以选择2匹至3匹的，卧室面积20平米以下的建议选 1.5匹或大1匹，大于25平米的至少2匹起步。日常如果使用频率高，买变频不买定频，噪音小也更加省电。7. 吸尘器，吸尘器的功率越好，吸力越大，清洁效果也就越好，所以理论上来讲，无线吸尘器的清洁能力比不上有线的。另外，无线吸尘器的续航能力一般来说也比较拉胯，因此如果你家面积大或是有洁癖，建议你还是选择吸力更大的有线吸尘器。而且最大的优势在于，只要不断电就可以一直工作，装修是个无底洞，能省则省，这9样东西真不值得花大价钱。1. 指纹锁，如果你知道指纹锁的出厂价，你一定不会买那种特别贵的。实际上2-3千一把的指纹锁和1000多的相比，无非是多了几个不常用的功能而已，成本价可能只差几十块，你买它无非是为了进出门更方便，选了1800元的基础款完全够用。2. 瓷砖，别去相信什么大品牌广东砖，工艺好质量好，其实就是为了卖高价给你。现在的瓷砖质量都差不多，铺到家里你也分辨不出来，就去陶瓷批发城买，管它什么产地，只要重量达标，釉面耐磨，吸水率低就足够了。4-51片的铺到家里10-20年也踩不坏。3. 卫生间浴瓶，你要去大品牌卫浴那买，极窄型材，超白钢化，稍微看上眼的就敢要你2-3千一瓶。其实淋浴隔断无非就是玻璃、5金加型材，工艺并不复杂，你找个本地加工厂，花个1000多就能买到质量非常好的极简浴瓶了，省下的钱升级个品牌浴霸不香吗？4. 净水器，这东西真没啥技术含量，品牌之间的功能差异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千万不要花大价钱去购买。就拿 RO 反渗透除下净水机来说，只要用的是相同的滤芯，过滤出来的水质就没任何区别。那些所谓的高端净水机，动辄售价大几千，和国产1-2千的相比，只是换个进口品牌商标和高端外壳。5. 全屋定制，其实做柜子核心就是板材和五金，你去品牌定制那买，板材不是它生产的，五金也是外购的，卖你的就是设计和套餐。说实话，整体的设计水平还偏低，真不如选个当地的小工厂来的实在，明细报价还没有套路，做完的效果和定制差不多，整体价格却省一半，差价就在广告营销上。6. 床垫，虽说关乎到睡眠质量，建议尽量选择好一点的，但实在让人想不通的是，那些进口大牌床垫动辄卖到几万元，到底用了什么值钱的材料？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去交那智商税。现在国产床垫一模一样的材料和工艺，其实3-4千元就搞定了。7. 装饰灯具，灯具的主要作用还是照明，装饰在其次，千万不要为了追求美观去买那些水晶吊灯、网红灯，贵还不实用。一方面卫生不好打理，3天不擦全是灰；另一方面还影响照明亮度，花大价钱还给自己添堵，你图个啥？信我的，就选那种简约造型的吸顶灯，价格实惠，亮度也高。8. 窗帘，现在家装基本都是混纺涤纶材质，几十元1米就挺好，遮光度也够，像咱普通家庭全屋加纱帘几千块钱就可以搞定。而且现在网购也方便，上门量尺，邮寄小样，送货安装，基本都是一条龙服务，所以千万不要再去实体店花好几万买一屋子的品牌窗帘了，妥妥的智商税。9. 大家电，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进口电器质量更好，现在基本都国产化了，一些所谓的进口电器
甚至就是用国内的生产线，只是贴个进口牌子而已。而且现在的技术更新换代特别快，你花大价钱买的智能功能，可能没用上1-2年就淘汰了。所以像电视、冰箱、洗衣机这类刚需家电，还是买基本款最实用。全屋定制和木工打柜子，到底哪个好？相信这个话题，很多打算装修的业主都在纠结。首先，咱们提到柜子呢，那肯定要说一下板材。这个时候，通常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去问木工用什么板材好，木工会说生态板好。如果你去问全屋定制什么板材好，全屋定制会说颗粒板好。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究竟谁说的对呢？别着急，咱们可以通过表面看本质。为什么木工师傅打柜子不愿意用颗粒板？其实归结原因就2点：颗粒板不好加工，特别考验木工师傅的手法以及工具。想要切割颗粒板，如果手法不到位，工具跟不上，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饰面崩边、板材爆齿的现象。另外，一张颗粒板的重量是2张生态板的重量，干活特别累，所以木工不爱用颗粒板。生态板更好加工，反观生态板就比较容易了。生态板基本上是一种速成木，切割成木条，然后用胶粘在一起做出来的，木质比较柔软，所以切割和现场加工的难度小。那为什么全屋定制不愿意用生态板？全屋定制呢，现场制作时需要打3合1的孔，如果打孔的地方在木条的接缝处，就会把这个板材打破，也就造成这个板材的浪费。另外，生态板握钉力也不强，所以全屋定制不愿意用生态板。成本造价问题。市面上大品牌的生态板，比如兔宝宝、千年舟等，在230到290左右。那像露水河、大亚这样知名品牌的颗粒板，ENF 级别的价格也在170到200左右。显然，颗粒板的价格要远远低于生态板。综上所述，这也就是为什么木工说生态板好，全屋定制说颗粒板好的主要原因。回到主题，那定制和木工打柜到底哪个好？本期小东结合自己15年的装修经验，通过几个方面来和大家总结分析一下，告诉你到底哪个好，应该怎么选择。内容很有价值，耐心看完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价格方面，首先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就是选择木工打柜一定要比全屋定制价格便宜，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有人说价格都差不多，那真是扯，因为全屋定制他们也是不生产板材的，也是买其他大厂的板材，然后拿回来自己加工，自己买板材打柜，相当于跳过了全屋定制中间商环节，价格自然便宜。如果都用最好的板材，那么整体下来，全屋定制的价格是木工打柜的2倍，1线、2线城市甚至能达到2.5到3倍左右，所以自己打柜的价格是很有优势的。环保方面，大家普遍最关心的就是环保问题。那生态板和颗粒板哪个更环保呢？生态板从表面看起来是用实木粘在一起的，颗粒板是用实木碎屑粘起来的。那么生态板用胶肯定比颗粒板要少，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中，用胶少的就是环保的，所以就会认为生态板比颗粒板要环保。其实这么认为也是普遍现象，包括我没做装修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事实上情况却恰恰相反，生态板的市场比较混乱，小工厂遍地都是，投资个10几万就能生产生态板，而且生态板的制作工艺它决定了它必须得加入甲醛来增加这个胶的粘合力。目前市场上90%的生态板用的都是3全胶里边的尿醛胶做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用其他胶，但是你记住它都含甲醛，如果胶水粘合力不够，是没有办法加工生态板的，因为它是一层胶一层板这么粘起来的，而 MDI 胶的粘合力不够，没有办法用来生产这个生态板。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生态板环保等级普遍也就是E0级、ENF 级的生态板都太少了，即使有价格也非常贵。而再看颗粒板，需要用机器压磨成板，小工厂是没有办法生产的，一条生产线就几千万，大规模的大厂更是投入了几个亿。而这些大厂也更加注重环保，他们的颗粒板加入 MDI 胶之后，轻松就可以达到 ENF 级，因为 MDI 胶根本就不含甲醛，你就是往里面加一吨，它也是不含甲醛，也就更加环保了。在没有这个 MDI 胶之前，颗粒板用的也是尿醛胶，那个年代的颗粒板确实没有生态板环保，但现在是真的不一样了。所以真正决定它们是否环保的不是胶的用量多少，而是胶本身环不环保。美观方面，全屋定制的柜子要比木工打的柜子更好看，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第一，因为全屋定制的封边是机械封边，5金件都是隐藏起来的，而木工打柜子的封边不好看，还有钉眼，
无论怎么隐藏都是有痕迹的。不要杠，手艺好的工人没有那么多，就算他手艺好，工人稍有疏忽，封边都会有问题，肯定没有机器封边严密。第二，从设计的角度，木工打柜也不如全屋定制。全屋定制的设计师都是成百上千设计方案的洗礼，所以说他的经验会更足。而如果是木工打柜子的话，整体的风格和设计只能靠业主自己把控，这就得看你自己的审美了。这个就像在赌，最终效果出来好看也就罢了，难看后悔也晚了。4. 省心方面，这个选择定制一定是要比找木工现场加工做柜子更省心。首先，咱们知道定制都是流水线加工，到你们家只不过是一个安装与组装的过程，就算现场出现问题，也有设计师和安装师傅去和工厂协调，不用你操心。但是如果现场打柜子，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板材是自己买的，设计是自己出的，现在施工期间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只能选择让步和妥协，不但会耽误大量的施工时间，也会影响整体的装修进度。4. 说在最后，说了这么多，最后归纳总结一下，其实选择木工打柜子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全屋定制一定比木工打柜子贵，所以你想要省钱，追求经济型装修，那你就找木工做吧。反之，如果你想要的是中高端装修，为了整体效果，还是选择设计师整体设计，厂家定制，这样最好。一旦效果和实际不符，还可以让厂家返工，售后也有保障。以前很流行，如今却被嫌弃的不行的9个网红装修设计，听我句劝，别再盲目跟风了。这些所谓的网红设计，时尚的周期都很短，就跟寒暑假一样。也许你今年刚装完，明年就过时了，踩了坑不说，还白白花了冤枉钱。一门到顶柜门，衣柜做一门到顶，确实简洁大气。但柜门超过 2.4 米，谁也不敢保证后期不变形，别天真的以为加了柜门拉直器就万事大吉了。实话告诉你，只要是加高柜门，不论质量好坏都会变形，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听句劝，就做成分段式柜门，颜值也不差，关键没有后期变形隐患。2. 通铺柔光砖，柔光瓷砖确实很美，但没钱你别硬上，这玩意买不好，后期很容易翻车。这么说吧，75×150的，怎么也不能低于80元一片，而且要选天鹅绒或是肌肤釉的。现实中踩坑的都是因为图便宜，买了30-41片的柔抛砖，这种砖不但不耐脏，而且还渗污，后期拖地都一股鱼腥味。3. 梦幻帘，梦幻帘飘逸的质感一定是各路小仙女的最爱，但装了梦幻帘的，我劝你别开窗，不然风一刮，那就像被吹散的刘海，老丑了，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洗过一次就皱皱巴巴的，一点垂感都没了。所以客厅窗帘不如就选了普通的纱帘，性价比高，后期还容易打理。4. 悬空电视柜，说是既兼顾颜值和收纳，又能杜绝地面卫生死角，但悬空电视柜做短了不好看，做长了容易下坠变形。换句话说，就是花钱多还有隐患，你说你装它图个啥？就算不变形，那墙体裂缝、乳胶漆开裂，你能接受吗？不如选个落地柜靠谱，清洁卫生也方便，还没有承重隐患。5. 卧室装风管机，在卧室装风管机的一定是被设计师给忽悠了，这玩意噪音大，能耗高，后期维修它还麻烦，所以千万别当大冤种。如果你家是大户型，房间多，面积大，就上中央空调，装修颜值高且风感舒适。如果是普通家庭，那你最佳选择就是挂机空调，没有之一。6. 超大落地窗，一整面的大玻璃落地窗确实视野通透，颜值也长在了大众的审美上。好看是好看，但它不实用啊，关键的致命伤是有安全隐患，玻璃面越大，抗风压的能力越差，自爆的案例网上一搜一大把，而且通风也是个问题，你还必须接受夏天热冬天冷的事实。7. 隐形踢脚线，我承认墙面做内嵌隐形踢脚线确实不积灰，看上去也整洁利落，但要想实现瓷砖与墙面严丝合缝，只有2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墙面抠出5公分横槽，有没有安全隐患你自己琢磨。第二种，全屋墙面做冲金找平，工费1万都不止，不然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所以不如就选个与门同色的实木脚线，颜值不差，性价比高。8. 砌墙衣柜，看到很多网红博主都在吹卧室做砌墙衣柜，说什么没有甲醛还省钱，我真的无语。先来算一笔账，砌上2堵墙，连工带料至少就得2000块，里面的5金挂件和配件，选质量差一点的也得大几百，后期你还得装个推拉门吧，你说省不省钱？当然，如果你装个挂帘，确实省钱，但一点档次和细节都没有，所以别盲目跟风，踩坑白花钱的可是你自己。9. 集成灶，如果你家是小户型家庭，就别硬装集成灶了。我承认它的排烟效果好，功能也多，但对于面积小的厨房实在不太友好。
本来厨房的地柜就没啥空间了，再去浪费地柜空间安装集成灶，后期家里的米面、粮油都往哪放呢？万一你家烟灶的位置距离共用烟道还很远，那集成的排烟管还得占据地柜一排空间，橱柜储物更不够用了，倒不如直接装个传统烟机，省钱又省心。很多人在装修第一套房子时，心劲儿都比较大，往往是什么新潮就装什么，什么流行好看就选择跟风，大有不把钱砸光就誓不罢休的架势。但等到入住后，就会发现很多流行的网红设计根本就是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当初装这些东西有多积极，现在就有多后悔。所以如果装修第二套房，绝对不会再装下面这9样东西，不是误导，是真的受够了。1. 不装哑光砖。很多人被哑光瓷砖的质感种草，但如果你家没有保姆，我劝你别装，这玩意就是个美丽的废物，中看不中用，太难打理了。借用网友的话来说，过人必留印，稍微脏点就废废，既想要质感又方便清洁的。听劝，咱就选肌肤釉面的柔光砖。2. 不装隐形晾衣架。咱也不知道为啥现在装修都要装个隐藏式晾衣架，这玩意坏了就得拆掉顶不说，还就一个杆，哪个好人家挂衣服就用一个杆？再说了，居家过日子哪家不是天天挂衣服，怎么隐藏？所以不要听什么隐形好看，家装实用才是王道。3. 不装悬空电视柜。千万别想着悬空柜不落地好搞卫生，但等你入住后，电视柜抽屉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经常开抽屉拿取东西就会导致它头重脚轻，时间一长，电视柜下坠变形，墙面离缝，老丑了。信我的，就选落地柜，一样好搞卫生，这才实用。4. 不装半墙卫生间。只要跟风做半墙卫生间的，就没有不后悔的。刚装完挺好看，等入住半年后，你会发现洗漱用品、毛巾、化妆品的瓶瓶罐罐全都堆在外面，看上去乱七八糟的，再高级的装修也都毁在这上面了。听劝，咱就做个干湿分离、全封闭卫生间。5. 不装玻璃柜门。喜欢玻璃柜门，把家里的餐边柜装上一组就够了，千万别在衣柜和橱柜上都装上玻璃柜门。你看样板间好看，那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摆拍给你看的。生活毕竟不是样板间，你家不是睡衣睡裤，就是毛衣毛裤，花花绿绿的，能好看吗？而且玻璃门积灰，一留手印也不好打理。6. 不装客厅大茶几。客厅茶几的主要功能就是放个水杯和遥控器，剩下放的全是没用的东西。茶几越大越显乱，还显得空间拥挤且局促，不如换成一个小巧、轻便、方便移动的小边机，让你家的客厅更敞亮一些，也有个更多的娱乐活动空间。7. 不装蜂窝大板吊顶。厨房和卫生间别非蜂窝大板吊顶不装，你家也就5、6个平方，再装完吊柜，那还能剩下多少地方了？这属于钱没花在刀刃上，一点用处没有。关键是入住后，你也不会天天抬头盯着它看。卫生间也都不大，不如选300×600的纯白色铝扣板，价格便宜还实用。8. 不装岩板一体盆。浴室柜的岩板一体盆10家装修有8家后悔的，剩下那2家是还没入住呢。所谓的一体盆实际上都是打胶拼接的，全是卫生死角，后期还有掉底的风险。同理还有岩板陶瓷台下盆，咱就选陶瓷一体盆，真正的一体，好打理，颜值也不差。9. 不装隐形踢脚线。就为了一个踢脚线不藏灰，又得刨墙，又得给墙面做规方找平的，光施工工费就贵了不少钱，就问你值得吗？再说了，后期如果贴壁纸还没办法胶圈，打理卫生还容易擦到墙面。普通家庭装修别整那么复杂，就选和门同色的木质踢脚线，实用放在第一位。说在最后，装修千万不要头脑一发热就啥都往上整，尤其是以上这9个不实用的网红设计，入住后又后悔，那真是花钱买罪受，得不偿失了。前置过滤器到底有必要安装吗？这是很多装修业主都比较关心的问题。简单来说，就相当于一个滤网安在了入户水管上，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泥沙、铁锈、虫卵这些颗粒杂质的同时，还能保护家里的涉水电器不受堵塞。像我家房子刚入住1年，花洒就堵了好几次，洗脸刷牙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差，对于生活质量影响确实很大。后来安装了前置过滤器，家里的水质情况明显得到了改善，每次排污滤网上的杂质都是肉眼可见。所以呢，前置过滤器真是咱们家用水安全第一道防线，真的是刚需。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都建议安装。但是如果产品选错了，那还不如不装。冲洗费事，过滤不干净还好，要真买到质量差的，漏水都是小事，严重的甚至会爆炸。
那前置过滤器应该怎么选呢？我给大家总结了5点选购攻略，看完这期视频啊，保你不踩坑。1. 看过滤精度，过滤精度怎么选？滤网的过滤精度太高，会导致冲洗不干净，容易造成滤芯堵塞，影响水压。过滤精度太低呢，也不行，可能会出现漏网之鱼，起到不好的过滤效果。目前呢，行业内公认的黄金精度是40微米，认准这个参数就对了，能有效过滤的同时又不影响水压。2. 看出水流量，出水通量，买大不买小。不管你家是高层顶楼还是不梯老小区，是多个卫生间还是单个卫生间，都建议选择机身名牌标识通量6吨每小时，实测8吨每小时的，全部打开用水的时候也丝毫不会影响水压。但切记要认准机身标牌上的真实通量，很多品牌的前置宣传什么7吨8吨大通量，实际名牌却只有5吨每小时，这种啊千万别买，不然等到全屋用水的时候你就等着哭吧。3. 看材质工艺，很多前置过滤器都喜欢在用料上缩水，滤网、铜头、滤屏这3大件关乎到前置的耐用性及安全性，至关重要。滤网认准 316L 不锈钢材质，耐腐蚀，安全性也更高。滤网边缘要一体包裹式封装，不易脱丝，密封性更好。铜头要选择环保铜材质，并且认准阀头内置、食品级隔铅层这种，这样能有效避免水与铜的直接接触，不会造成水质的2次污染，才能确保用水健康。滤屏认准 Triton 材质，更抗冻、更抗压、更防爆，安全性更高。材料呢，一定要选择不含双酚 A 的，这是基础，关乎到健康。4. 看安装方式，能选万向安装的就不选定向安装的。所谓定向，就是只能固定方向安装，对安装环境限制很高，还需要各种改管加转接头，不仅安装成本增高了，而且后期还会影响过滤效果和清洗排污。像我家这种竖向的水管，就需要这种支持万向的惠尔顿前置过滤器 P0063 Plus， 它的阀头可以360度调节，能适配多角度不同的安装环境。不管是横向还是竖向或是斜向，哪怕你家的管道啊再复杂，也能轻松驾驭。5. 看清洗方式，一定要选真正全自动清洗的，自动排污加自动刮洗。相比手动清洗呢，不仅用着更方便，而且使用寿命会更长。但需要留意，现在不少号称是自动清洗的产品啊，其实还需要自己去转动排污阀的开关，麻烦不说，如果记性不好，1年都不会刮洗一次。而这款惠尔顿前置过滤器 P0063 Plus 是真正的全自动智能清洗，它能设置1至45天的清洗周期和5至95秒的清洗时长，每5秒一档。当达到预设时间后，便会自动360度正反旋转刮洗加虹吸重洗，彻底清洗后，污水会从底部排出，整个过程啊完全自动化，彻底解放双手。总的来说呢，前置过滤器确实有必要安装，而且还是典型的花小钱就能提高生活品质的好东西，一次投入就能用很多年，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说到洗碗机与手动洗碗相比，不仅油污去除的更彻底，不残留洗洁精，而且还自带消杀烘干功能，让清洗后的餐具更加干净卫生。但这么好的产品，为啥就没能流行起来呢？就不能像洗衣机那样普及率那么高呢？说点不怕得罪人的话呀，还不是因为现在的厨电厂商为了赚钱，已经逐渐背离了洗碗机的初衷，产品是越做越复杂。想必买过洗碗机的人都和我有过一样的糟心经历吧？本来想解放双手，结果呢，为了摆盘花了半个小时。本来想方便爸妈，结果操作太复杂，导致他们用了2次就不想再用了。关键的是啊，这些机器还越来越贵，各种花里胡哨的附加功能，什么母婴洗、冷水洗，又是 App 操控，除了消毒功能，再给你套一个重复的除菌功能，只是为了给产品的溢价增加一个噱头，也不怪被那么多人称为是智商税。当初呢，因为不懂，也是盲目跟风，买了贵价的大牌，结果是吃了大亏。其实呢，选购洗碗机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作为换过3台洗碗机的家居博主啊，给大家说点选购干货。买洗碗机就看这4点就足够了。1. 看容量够不够大，这个不难理解吧？就是安装空间允许，在功能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洗碗机的容量能买多大买多大，千万别顾虑什么废水问题。现在呢，只要是品牌的洗碗机，基本上都可以实现分层洗。为啥要买大不买小呢？因为你要知道啊，不管你家几口人，做饭的时候除了碗碟，总还有锅盆吧。如果你家的洗碗机连锅盆都放不下，还得分开洗，甚至要单独的手洗，那你买洗碗机的意义是什么呢？2. 看操控够不够简单，说白了就是对老年人是不是很友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了表孝心，给父母买了很高级的滚筒洗衣机，光是按键和洗涤程序就10几20个，结果导致老人不会用也不敢用，
生怕操作不当用坏了。所以呢，咱买洗碗机一定要认准那种操作简单的，就是一键就能实现清洗全流程的，这样才够省心。3、看喷淋方式。洗碗机的喷淋系统啊，决定了是不是能够做到全方位、无死角、彻底的清洁。所以呀，这个喷淋壁一定是越多越好，能选3个的就不选2个的，能选上中下3层设计的就不选只有上下2层设计的。4、看烘干方式。目前呢，主流洗碗机的烘干方式就是热风烘干和自动开门烘干2种。热风烘干效率快，性价比高；自动开门烘干呢，优势就是高效节能。但是如果是南方用户，每年都会经历回南天、梅雨季，就不要选自动打开舱门烘干的，更推荐选择热风烘干的，没有卫生隐患。总之呢，还是那句话，如果厨电商家全部都回归初心，洗碗机也不至于被消费者打上智商税的标签。这一期视频也想给那些时而不华的品牌鸣个不停，相信不少朋友肯定都听说过以极致性价比著称的华凌空调吧。其实呢，华凌在洗碗机的赛道上也深耕多年了。近期呢，他家就推出了一款把本质功用放大到极致的洗碗机 Air15。如果你真是懒人，不想花时间又不想花冤枉钱，那趁着双11大促期间可以直接抄作业。像我家这台华凌 Air15洗碗机拥有17套超大容量，真的是巨能装，轻松可容纳多达上百件的餐具，即使是家里聚会人多的时候，碗筷也不用分开洗。而且它还是上中下3层可调节的碗篮设计，不管是深盘、咖啡杯还是高汤锅、炒锅都能放得下，彻底告别手洗。对比市面上同等价位的洗碗机，大多数只有15套，而华凌 Air15是17套，容量最大的妥妥的尖子生。在操作方面呢，更是省心，像这种傻瓜式的一键操作，即使是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看不懂说明书，也能5秒轻松搞定洗消烘存的所有步骤。选择一键洗消烘存模式，它能够通过质感油污系统自动识别餐具的脏污程度，从而匹配合适的洗涤时间和水量。3层大一字喷淋壁设计，配合72摄氏度高温助洗，就算再顽固的污渍也能轻松瓦解，冲洗干净。洗完自动105摄氏度热风烘干，能保证无死角、全面干燥，出来的餐具都是干干爽爽的，除菌率高达99.99%，还能去除幽门螺旋杆菌，达到4星消毒标准。有娃的家庭可以直接取代消毒柜。这种全流程一键搞定的机器啊，用起来真的很省心，中途不用开门，不需要重复操作，尤其是对于南方家庭啊特别有用，能够防潮、防菌、防小强。不得不说，它还能168小时新风换气和银离子超长抑菌，平时不用的碗筷也可以直接放在里面进行储存，想用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方便又卫生。更关键的是它极致的性价比价格，按照这种配置，市面上同等价位的产品啊，基本上都要6-7千块，而华凌 Air15只需要4000加，真的是减价不减配，堪称业内良心。听说双11大促期间价格更优惠，而且众所周知，华凌和美的同属一个集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国货老品牌了，无论是品质还是口碑都非常值得信赖。如果您是有娃家庭，或者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清洗碗筷的，那不妨考虑一下这款华凌神机 Air15洗碗机，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